想要一个人死，最好的方法是让他死于意外，比如这个等公交的上班族，有人花大价钱取其项上人头，杀手架起二氧化碳气步枪，子弹是一颗碎玻璃，但他并没有瞄准目标，而是把枪口转向正在转弯的小轿车轮胎。完成任务，迅速拆解步枪，接着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司机还以为是自己不小心撞死人。杀手叫麦克，来自一个神秘杀手组织，他们其貌不扬，但个个身怀绝技。有人喜欢大刀阔斧，像神经病一样乱杀乱砍；有人擅长下毒，只需轻轻触碰暗杀目标，就能让他肝肠寸断。黑白双煞，一个是前英国皇家空勤团特种兵，一个是来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，退役后实在闲不住，于是加入杀手组织。两人合作亲密无间，擅长把现场伪造成普通街头犯罪，手段可谓登峰造极。开膛手锏以表面无害，实则包藏祸心，练就一身日本剑术以及摄人心魄的魅惑之术。只要是他锁定的目标，欲仙欲死是必然的。吹毛求疵的弗雷德对细节的要求近乎变态，喜欢从电话簿随机挑选目标，以测试他最新研发的杀人手法。当然这些手法大多不切实际，但他的确有过高光时刻。为了惩罚英超联赛踢假球，他杀掉了一整支足球队的人。麦克擅长制造意外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让死者看起来像是意外死亡，简单又高效。而他的杀人技能都来自组织领袖老雷的言传身教。麦克15岁时，还是伦敦街头的一个送报少年，经常被同龄人欺负，生活苦不堪言。People call it bullying. Hurry up! Come on, Fallon! 然而正是这种被霸凌的经历，使他练就了一身轻功水上漂，飞檐走壁无所不能。We're gonna get you, Fallon! Nothing like some premium head chopping to escape a beating. 在一次躲避霸凌时，麦克无意中看见有个男人鬼鬼祟祟用老虎钳剪断一户民宅的锁头，此人正是意外杀手老雷。麦克亲眼看见他扭开煤气阀，等他离开时，欺负他的混混找到了这里。突然，爆炸过后，混混以为发生意外吓得四散逃窜，只有麦克知道那是有人故意泄漏燃气造成的。他当即做了一个改变人生轨迹的决定，于是悄悄跟在老雷身后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老雷不断猎杀目标，并且全都伪造成意外死亡。不过他每一次作案都被麦克用摄影机偷偷记录下来。鬼使神差之下，麦克敲响了老雷的房门，并以录像带要挟，如果不收自己为徒，就把录像带交给警察。老雷立刻动了杀心，一把将他拽进屋内。虽然有先见之明，可他毕竟只是个毛头小子，被老雷踩在地上疯狂摩擦。麦克足智多谋，他声称如果自己6点前没回家，朋友就会把备份录像带寄给警局。老雷知道他很可能在虚张声势，但哪怕只有1%的可能，也不敢冒这个风险。另外，老雷还看中麦克的胆识与智慧，收他为徒未必是件坏事。Fuck it, you got yourself a deal. 老雷教他的第一项杀人技就是把人扔出窗外。麦克偷偷潜入经常欺负自己的混混家，他用口香糖粘住10块英镑，再牢牢摁在天线上设置陷阱，然后回到屋内躲进沙发角落。混混回家丝毫没有发现衣服堆里竟然有个人。倒是一眼看见阳台的天线上赫然放着一张崭新钞票，他不假思索打开窗户，见时机成熟，麦克急忙冲过去，一把将混混推下了楼。这是麦克第一次杀人，内心却毫无波澜，仿佛天生就是干杀手的料。可他首战告捷，并未得到老雷赞赏，因为他没有拿回天线上的钱。如果警方展开调查，就能顺藤摸瓜揪出幕后凶手。另外，老雷也偷偷拍下他作案的铁证，这招叫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。现在他们互相手握对方的杀人证据，可谓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从此以后，师徒二人算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。老雷教会麦克各种谋杀技能，但无一例外都是伪造成意外死亡，因此他们也叫意外杀手。而他们完成的每一项任务都堪称暗黑艺术。And he trained me in martial arts, Taekwondo.
But iron sharpens iron, and now I'm as tough as nails. Never get angry, never get involved, never get caught. 若干年后，老雷培养了多名杀手和一个组织名义代表米尔德，自己则当起甩手掌柜。米尔德负责跟客户见面，并按照客户需求指派杀手完成任务。任务信息通过隐形墨水胶片传达，真正做到日后即分。But house rules dictate that no one can touch him. It's a shame, really. 这天，麦克完成一项刺杀任务，米尔德说自己抽不开身，要求他自己去拿任务酬劳。接头地点在唐人街，尽管极不符合规矩，但麦克还是选择无条件信任，亲自去了一趟约定地点。 But as long as I get paid, I couldn't give a shit. 突然，一辆摩托车疾驰而来，车手举起冲锋枪，不由分说就是一通火力输出，一梭子弹打光，枪手调转车头开到不远处，接着又是急转弯飞驰而来。麦克不慌不忙一阵助跑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圈套，有可能客户不想支付尾款，亦或者组织出了叛徒。无论哪种可能，麦克都不会让对方阴谋得逞。枪手站起身继续攻击，比划着中国功夫耀武扬威，但他毕竟不是吴京，结果自然一败涂地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当晚深夜，麦克接到报丧电话，前女友贝斯死于非命。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出席了贝斯的葬礼。想起这位前女友，麦克始终意难平，因为贝斯竟然为了另一个女人抛弃他这个钢铁直男。然而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贝斯在离开他时竟然怀了他的孩子，这可是一尸两命。 We're talking about pregnant. It was yours. Didn't waste much time. I'm her sister, you dick. 新闻报道凶手是两个瘾君子，警方找到他们时已经死于吸毒过量。麦克感觉是有蹊跷，天下哪有那么巧合的事，于是决定彻查到底。他拜托警局的朋友拿到尸检报告，然后来到案发现场，根据多年当杀手的经验还原了案发经过。两名凶手顺着管道爬进公寓，原本只想偷点钱财买毒品，谁料中途贝斯回家，凶手见色起意，对贝斯实施了侵犯。挣扎过程中，其中一人错手将其杀害。房间内到处都有他们的指纹，难怪警方那么快找到凶手。可事实真是这样吗？尸检报告显示，法医在贝斯的血液中检测到一种精神科药物，主要用于治疗恐非综合症。可是据麦克对贝斯的了解，他根本没有恐非症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，因为那种药除了治疗恐非症，还可以用作吐真剂。真正的案发经过应该是这样：凶手给贝斯注射药物，从他口中问出有用信息，用刺刀划破皮肤掩盖针孔，再把两个瘾君子的发丝以及皮屑丢得满地都是。麦克想起组织里另两名杀手，这种伪造街头犯罪的手法正是黑白双煞惯用的伎俩。麦克怒气冲冲找到两名同事，将贝斯的尸检报告扔在地上。这俩货作案惯用吐真剂，看来凶手就是他们无疑。另外，这种药孕妇禁止服用，贝斯想要那个孩子，不可能愚蠢到滥用药物。老白试图辩解，但却被老黑制止。他很清楚，麦克不是那么好糊弄的，倒不如坦率承认，他们和麦克没有私人恩怨，干掉贝斯只是为了完成任务。只不过凑巧任务目标是麦克的前女友，临死前还怀着他的身孕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麦克先发制人，打了黑白双煞一个措手不及。本以为2打1占了绝对优势，殊不知麦克的拳脚功夫相当了得，即使和两位特种兵之力也丝毫讨不到便宜，最终3人各有损伤。
不过最惨的当属老白，这家伙出言不逊，麦克打断其下巴，让他以后再也不能口吐芬芳。If it makes you feel any better, you can kill my wife. 然后逼问老黑客户是谁，但他们都知道这一行的行规，杀手不可能知道客户真实身份。除了接收任务的米尔德，麦克回到组织找米尔德算账，结果办公室没人。老雷对他的莽撞很不满，这小子有点越界了，但麦克有他的理由。She was pregnant, right? Kid was mine. 老雷瞬间理解麦克的怒火，不过据老雷所知，他和贝斯早已分手。现在他把黑白双煞打成半残，这件事也该适可而止了。但麦克还有一事不明，2天前，米尔德派他到唐人街取酬劳，结果却遭到杀手埋伏。显然老雷不知道这件事，但无论怎样，他才是这个组织的老大。况且从麦克入行的那一天起，就告诫过他这一行的规矩，永远不要过问客户真实身份。 Some things changed around here. You disrespect me, boy! 老雷彻底震怒，他一边教训麦克，一边把手伸向桌底的双管猎枪，命令麦克收起玻璃心回来继续工作。米尔德的事他自会处理。麦克深知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，而且他很了解老雷，如果再继续纠缠下去，老家伙会毫不犹豫把他打成马蜂窝。回想起老雷教给他的3条黄金准则：勿发脾气，勿深陷情感，最重要的是别被抓住。麦克已经违背了其中2条。看来第3条也不远了，但他还是义无反顾，不查出幕后黑手誓不罢休。于是他又找到查理，告诉他贝斯的死并非入室抢劫，而是遭人买凶暗杀。显然查理不太理解。Charlie! It's about Beth's death. 因为警方已经结案，难道你比警察还厉害？麦克懒得解释，只说自己精通各类意外事故。根据他的经验，贝斯应该是知道了某些人的秘密，所以才招来杀身之祸。2人从案件扯到他们的3角关系。You're just some city boy in the middle of a midlife crisis. Get the fuck out. Look, I don't give a shit if you believe me or not, all right? But Beth was taken out by You're actually serious about this. like a midget in a nudist colony. Hey, look, you were a shit boyfriend, and you would have been an even come on. shittier How do you know? father. Christ, she's the only girl I never cheated on, for God's sakes. 查理无法忍受他的自大，气急败坏之下给了他1粉拳。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抢起板斧就是胡乱砍杀。此人正是和麦克同一组织的杀人狂克里夫，一旦发起疯来就不受任何限制。查理拿起一把餐刀，趁克里夫不注意刺进肩胛骨，可他似乎不痛不痒，继续攻击神志不清的麦克。眼看就要命丧于此，求生欲爆棚的麦克激发出更多潜能，猛地一跃跳起，借力打力，利用地板上的板斧完美反杀。麦克问克里夫是谁派他来杀自己，此时克里夫已然清醒，他压根没想到麦克会在这里，显然他的目标不是自己，而是查理。事已至此，麦克不再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他是一名意外杀手，所以才知道贝斯并非死于非命。现在查理也成为目标，他们肯定卷入了什么事件而不自知。查理努力平复情绪，回想起贝斯生前在调查一个石油公司，这家公司非法开采石油，破坏海洋环境，而贝斯是个极端环境保护主义者。如果有人想杀他，应该和石油公司脱不了关系。贝斯把调查资料储存在他父母家的硬盘上，也许里面有线索。事不宜迟，麦克要查理去贝斯父母家拿硬盘，自己留下来处理烂摊子。 Sorry, mate. This is private club. Where is he? Oh, you want me to get rid of him? Yeah, I think so. 尼尔德正在享受全身按摩，麦克抢起重金属，狠狠将魔鬼筋肉人打晕，接着逼问米尔德究竟是谁买凶暗杀贝斯，还有为什么给自己下套。 You're jeopardizing your own position. Don't be a fool. And no one has to know. You know, just between you and me. Just Some bullshit money drop turned into my own assassination attempt. 这时，一名壮汉提着球棍冲进房间，嘴里不断叫嚣，麦克照单全收。尼尔德不见棺材不掉泪，麦克效仿古刑法，用球棍击打他赤裸的脚掌，一般人受不了如此鞭挞。 You'll probably not be able to walk at all. okay. Wait.
His name? I don't know. Leonard can. 很快，米尔的旧招供出，客户是一个叫莱纳德的会计。Big Ray will hunt you down, and he will. Fuck it. What you done, Mike? Nothing for you to worry about, Fred. You let me go. 刚走出会所，查理就打来电话。他拿到了贝斯的硬盘，里面的资料足以毁掉整个石油公司，难怪招来杀身之祸。两人约定见面详谈。而另一边的杀手大本营内，老雷大发雷霆，因为米尔德自作主张接任务，导致他麾下的杀手死的死，伤的伤。现在麦克彻底失控，他们必须及时止损。于是老雷不得不做出艰难决定，给所有杀手指派新任务，目标就是麦克。You all have a new mark. Mike Fallon.Do we have to? Yes, you fucking have to! 而且这单任务没有赏金，因为麦克不死，大家都不会有好日子过。简妮早就想除掉这颗眼中钉，让自己成为组织一姐，但老雷给他指派了别的任务，保护客户安全才是重中之重。If he gets to the client, this firm is fucked. We understood?麦克和查理约在双层巴士见面。根据硬盘上的资料得知，贝斯正在调查的印度石油公司不久前拿到莫森伯兰郡海岸的钻探权。一个叫阿奇的内部线人一直给贝斯提供石油公司暗黑资料，其中包括威胁首相的邮件。可就在贝斯打算向媒体公开资料时，线人却神秘消失。麦克顿时想起，这个叫阿奇的线人就是之前他干掉的那名会计。不过阿奇在石油公司还有搭档，另一个会计莱纳德和米尔德招供的不谋而合。如此看来，只要找到莱纳德，所有疑问就会迎刃而解。麦克马不停蹄找到莱纳德。一番亲切问候，终于得知所有暗杀命令都来自石油公司高管齐姆。他们先是买凶杀死泄密的阿奇。至于贝斯，原本他们只想吓唬一番让他闭嘴，谁知贝斯油盐不进，甚至扬言要把石油公司黑料公之于众。他们不得已才杀人灭口。这就是为什么黑白双煞动手前用吐真剂诱导贝斯，原来是要确保他没有公布黑料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他们甚至设下圈套，打算将除掉阿奇的杀手一起解决。可莱纳德有所不知，除掉阿奇的杀手就是麦克，这也是他整盘棋走的最错的一步。麦克还想知道他兜过了哪些杀手。莱纳德表示没有其他杀手组织，他由始至终只跟一个人接触过。毫无疑问，这个人就是米尔德。莱纳德有录音为证，他想用录音保自己的命。麦克爽快答应，毕竟他不是主谋，但他注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黑白双煞突然现身，一脸懵逼的莱纳德却成了炮灰。在强大的火力压制下，麦克只好先翻实木桌子当护盾，等清空一梭弹夹，老白拔掉手雷插销，恶狠狠地朝对面扔去。老黑错手杀死搭档，只好把所有备份注入子弹，一股脑射向生死仇敌。麦克蛇行走位夺过致命一击。顺手捡起地上的灭火器，彻底送老黑领了盒饭。但杀手可不止黑白双煞两人，毒师躲在门后偷袭。麦克一世英名差点毁于一旦，好在他早有防备憋着气，在麦克眼里根本不屑一顾。还剩最后一个弗雷德，麦克对这个憨憨素有好感，所以没有杀他，只把他打晕，好让他回去交差。然后拿走他的公文包，里面是弗雷德最新研发的创可贴杀器，希望能派上用场，彻底清除绊脚石。麦克一口气杀进幕后真凶的私家庄园。轻而易举就干掉2名保镖，不过这些都是饭桶，真正的强敌是简妮。他把大宝剑拿给雇主防身，还大言不惭说只需几分钟就结束战斗。可他很快就成到对手的厉害，盲目自信只会适得其反。两人大战300回合，拳拳到肉，招招强劲。尽管各有损伤，但一时间却分不出胜负。
最后麦克徒手夺刀，以最硬核方式结束了战斗。失去保护伞的奇姆慌得一批，试图用超能力收买麦克，只要放他一马，价钱随便开。可对于一个原则杀手来说，钱并不是万能的。麦克手起刀落，奇姆顿时身首异处，饮恨西北。大仇得报，麦克回到杀手组织，接下来他要清理门户。米尔德仗着老雷对自己的信任，妄图把烂摊子推到麦克身上。麦克拿出录音带，让他死得明明白白。Triple the price, Obs, if we can ensure that the trail is wiped clean. No problem whatsoever. 得知身边出了叛徒，老雷怒不可遏。原本早已退休的他亲自动手，将反骨仔打了个半死。麦克趁机献上创可贴，米尔德感激涕零，但这可不是普通创可贴，而是弗雷德研发的新型杀人手法，只要贴在伤口处，不到1分钟就毒发身亡。但老雷也不是吃素的，麦克毁了他的杀手王国，这笔账应该怎么算？老雷骂骂咧咧，可迟迟没有开枪，也许他还念及旧情。没错，老雷一生无子，从麦克走进他生活的那一刻起，就把他当成亲儿子一样对待。事到如今，这对半路父子缘分已尽，老雷要他离开伦敦，以后老死不相往来，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结局。